稳稳跪在地上，抱着顾晨小腿的时候，我还在打哆嗦。我前一秒因为心脏病嗝屁，下一秒就穿进这本同性可婚的书里作死，穿成了反派大佬的炮灰男妻，嫌弃大佬残疾，百般作死，公然出轨，关键是大佬是假装残疾，不仅身体健康，而且能一拳打死10个我这样的细狗。剧情已经发展到了和大佬结婚，当众羞辱他。完了完了，我活着，但好像也活不长了。顾晨声音很冷，松开，我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我不松。老公，我对你的心日月可见啊。我说你坏话的原因是我自卑，我不想让其他人发现你的好，我怕他们和我抢，所以我故意在外面抹黑你。老公，我说都是真的。老公，你说句话。我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，泣不成声。周围是死一般的寂静。我承认我有赌的成分，但如果不这么做，以反派的小心眼，我活不过2天。想到这，我真是恨不得邦邦给原主2拳。身体健康，老公也不管你，只会定时往卡上打钱。这种神仙日子简直就是每个咸鱼的梦想，为什么不珍惜？再说了，以我弯男的角度来看，顾晨这种类型简直就是盖圈天才，不就是不方便行走吗？不识货，轮椅别有一番滋味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顾晨开口了，保镖，把他带回房。被架起来的时候我还很乐观，只要不是像原剧情一样把我扔出去就行。刚好回房间，我也不认识路，有人抬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显然我低估了反派的变态程度，我被他们绑在椅子上。大哥们，商量个事。我礼貌开口，绑我没意见，但能不能给我手腕上垫点东西？我皮薄。几个保镖沉着脸看向我手腕上的红痕，该说不说，看着是怪吓人的。他们交换了一下眼神，低头打电话。几句交流之后，捆得更紧了。OK fine， 无所谓，我逆来顺受，直接睡觉。顾晨进来的时候，估计也没有想到我已经睡到打呼噜了，沉着脸把我叫醒，坐在轮椅上凑近了打量我，神色阴晴不定，倒是心大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我睡得迷迷糊糊的，冷不丁看见那么帅一张脸，就离我2指的距离，还以为是做好梦了，赶紧凑上去，帅哥，来，嘴一个，亲了个空。顾晨一把掐住了我的下飘，装疯卖傻，我吓醒了。这可是原剧情里分分钟要我狗命的反派啊！我磕磕巴巴，我如果说我早就喜欢上你了，现在叫老公还来得及吗？顾晨语气淡淡，你应该问我会不会信。我老老实实的重复他的话，你会不会信？顾晨冷着脸看向我，加重了手上的力度，不要挑战我的耐心。斟酌了片刻，我决定直接自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一睁眼就来到这儿了。我发誓，我如果有半句谎话，我这辈子吃不了肉，发不了财，这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毒的誓言了。顾晨停顿了片刻，突然伸出手打了个响指，周围窜出来几个保镖，把不知道什么时候贴在我身上的线拔掉。其中一个恭恭敬敬的看向顾晨，仪器没有反应。他没撒谎，好家伙，哥跟你掏心窝子，你和哥玩心眼子，测谎仪这么高级的东西就直接往我身上招呼，我没有人权的吗？挣扎了一下，发现自己还牢牢被困在椅子上。我没有。我惨兮兮的看向顾晨，老公，现在可以松绑吗？我手腕疼，腿也麻了。顾晨你没，你喊我什么？在顾晨阴沉沉注视下，我硬把那个公字咽了回去，恭敬改口，老大，以后我就跟着你混行吗？你看我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的。顾晨偏头看向为首的那个保镖，把他绑到我床上去。等等，进展这么快吗？我看了一眼顾晨绷紧的下颌线，脱口出，不用绑。
我可以自己去。顾晨看我的眼神像是在看傻缺。情况演变成我躺在床上，顾晨坐在轮椅上紧紧盯着我。你有什么目的？我脑子一抽，想起琼瑶阿姨的经典台词，我不是来害你的，我是来爱你的。顾晨眼皮一跳，那张冷漠的脸上难得出现了令人读得懂的情绪，大写的无语。他沉着嗓音，你犯什么病？爱你的相思病。顾晨走了，脸色铁青，转着轮椅，扭身的时候还挺快。我一个箭步冲了上去，老公，我帮你。顾晨冷着脸看了我半晌，别有深意。好，那就一起。推着大佬出现在众人面前时，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山鸡进了凤凰窝，基本上就没有正眼瞧我的。我求之不得，缩在角落里吃小蛋糕。刚要伸出去拿第5个的时候，被握住了手掌。一个竖着大背头的油腻男含情脉脉地看着我，我的小心肝，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救命！我想吐。哦，1秒钟之后，凭借我聪明的小脑瓜，迅速厘清了人物关系。对面站着的这个油腻男就是原主的构头，他让原主把顾晨电脑里的招标书偷出来，想要借机背刺反派。我想了想，冲他勾了勾手指，这里不好聊，你跟我过来。他跟着我一路到了厕所，表情越发急切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已经从那个残废手里偷出来了？我慢条斯理的挽起袖子，在他急切的眼神里，朝着他的鼻梁来了一记漂亮的直拳。他捂着鼻子，痛得喊都喊不出声。我活动了一下，又狠狠补了2脚，想阴我老公。他使了你，舒爽的站起身，和推开门的顾晨四目相对。我脑子一热，分外热情，老公，你也来上厕所呀？我帮你。顾晨扫了我一眼，然后转动轮椅到了那个男人身边，车轱辘非常精准的碾在那个人手上，对方惨叫一声，痛得几乎要昏过去。顾晨冷着脸瞥了一眼对方，瞳孔深邃，眉眼如刀。怎么会有人铁青着脸都这么帅啊？我站在一边啧啧感慨，这么帅的老公我直接亲死。顾晨动作一僵，冷淡的神情像是破碎的面具，透出浓浓的不可置信。楼河，你给我闭嘴！哦豁，不小心把心里话说出来了。语气倒是挺凶，只不过配上那红透了的耳朵尖尖，怎么看怎么是在虚张声势。我嘿嘿一笑，推着他往外走。老公，我们走，别和他一般见识。顾晨卡住轮子，但声音明显没有之前大了，别乱喊。啧，不仅耳朵，现在连脸都红了。没有想到反派大佬居然这么纯情，爱了。再看看躺在地上痛得满脸扭曲的男人，我摇了摇头，这明摆着高下立现。这身体原主是没吃过好的吗？放着这么帅的老公不要，非要作死。出去的时候，男主顾言正搂着一个女生，两人浓情蜜意，看上去就很恩爱。原剧情里，女主林雨一家正是害死顾晨父母的凶手，但就因为主角相恋，男主义正辞严的让顾晨放下仇恨，别伤害女主爸妈。一个是仇人的女儿，一个是自己的堂弟。要我说，顾晨这个反派前期脾气还是太好了一些。我要是听见顾言那种站着说话不腰疼的蠢话，早就拿个酒瓶子给他开瓢了。见我们走近，顾言的表情很是防备，把林雨护在身后。我推着顾晨，一个潇洒的急停甩尾，在男女主角面前留下一个潇洒的侧影，然后毫不犹豫的离开。顾言一张脸沉得几乎可以滴下水。顾晨，我上次和你说的话，你没有听懂是不是？我最后警告你一次，林雨是无辜的，你不许。真是给他脸了，智商这么低，你当什么男主角？我学着他的样子挡在顾晨前面，折起袖子，林雨无辜，我老公就不无辜了。你搞清楚，林家的人做了那种龌龊事，死有余辜。你和林雨甜甜蜜蜜，凭什么拉着我老公给你们的爱情买单？顾言被唬得一愣，面色铁青。
关你什么事？问得好，那我老公报仇又关你什么事？我越说越气，想到原文里顾晨重判亲离结局，当即从包里甩出20块钱，尽快去医院着看脑子吧，希望还有救。顾言气急败坏，一把扯过我，下一秒那拳头就要砸在我脸上，被顾晨喝住了。明明坐在轮椅上，但望向他的眼神写满了睥睨和冷意。松手，顾言不可置信，哥，明明是他是你嫂子，放尊重点。还有，我不觉得我做错了。不动淋雨，是我给你最后的情面。我竖起大拇指，吹了声口哨，老公，帅。顾晨无奈的看了我一眼，唇边带着几分笑意，别贫嘴了，推我去见王总。一整天，我推着顾晨在别墅里上上下下，带着他穿梭在花园里，草坪上一边高喊小肥棍来喽，一边往花花草草上冲。管家看我的脸都绿了，这些都是顾总花高价买来的，那玫瑰1000万一朵，还有兰花1500万，我在脑海里疯狂计算，完了，我从秦朝开始打工都还不晚。顾晨打断他，无所谓，没多少钱，谢谢，有被帅到。管家之后是怎么传的我不清楚，但是因为我随口一句，顾晨把那些被我压坏的花草全都换成了菜种子。蛊惑顾总的南狐狸精这个名号算是正式确定下来了。本来楼河的风评就不好，现在更离谱了。别墅里的那些人看见我都躲，生怕我会吹枕边风。就这么在大别墅里待了1个月。老实说，真的好爽，不仅吃喝不愁，闲得无聊了，5楼是健身房，3楼是游戏室，还有家庭影院。坐在星空顶的家庭影院里，我热切地拉住顾晨的手，情真意切，老公，我爱死你了。这次顾晨没有甩开我的手，只是别开视线，韩管家又送了2块榴莲和山竹上来。谁懂？我当场掏出手机上知乎，回答有一个神仙老公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，结果刚长胖2斤就被顾言这个狗东西绑架了。那几个人蒙着脸把我捆在椅子上，别说，这感觉还挺熟悉的。我面无表情的盯着顾言，你有病。他表情愤愤，只要你让顾晨收手，不要再针对林家了，我就放了你。我真服了，这是一个男主角能干得出来的事。我尽量让自己的语言礼貌一些，不是我说，哥们你脑瘫吧？全世界都要照顾你的情绪。林家那2个害死了顾晨的爹妈，也就是你的叔叔，你不报复也就算了，还不准顾晨报复，是这段爱情能延续你的生命，还是没有他世界就会毁灭？你懂什么？顾言脸色难看，他设局骗林叔叔融资，林家就要破产了。顾言皱紧眉，你以为他是什么手段干净的好人？你和那种心理阴暗的魔鬼生活在一起，你不觉得可怕吗？我觉得挺可怕的。听见我这么说，顾言的表情明显缓和了很多，甚至摆出一副讲道理的样子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只要顾晨收手，不对林叔叔赶尽杀绝，我就放你回去。我觉得你这个人真的挺可怕的，我看着他这副嘴脸，只觉得恶心。你林叔叔的命是命，你亲叔叔的命就不是。你懂什么？当时只是因为融资失败，顾言很不耐烦的冲我吼，林叔叔后面也和我解释了，根本不是他故意推迟放款。你相信母猪会上树吗？什么？我翻了个白眼，什么都信，只会害了你。一把年纪了，没有一点分辨是非的能力，非得让全天下的人给你的爱情让步。你算哪根葱你眼？说不过我，就拿抹布堵我的嘴。这男主角心可真脏。门外传来打斗的声音，顾言慌乱中把刀架在了我脖子，紧张的看着。那几个身形健硕的保镖簇拥着顾晨，他骨节分明的手搭在轮椅上，青筋爆出，皱紧眉。顾言，是不是我对你太好了，以至于你敢做出这样的事？铿锵有力，面容严峻，再配上那张精致的脸，冷然的眉眼，微抿的薄唇，看上去比他的话要软多了。
想亲。糟了，头好痒，肯定是要长恋爱脑了。我脱口而出，老公，你好帅。还没来得及欣赏红着耳朵的顾晨，就感觉到脖梗处凉飕飕的。顾言声音很冷，只要你答应不再针对林家，我就不动他。我服了，这哪里有半点男主角的样子？这不纯纯 24K 大傻子吗？我委屈巴巴的看向顾晨，冲他拼命的眨眼睛。老公，我好怕怕哦，温柔缱绻，连我自己都要被自己给恶心到了。顾言也被恶心的不行，皱着眉头看向顾晨，哥，你怎么喜欢上这么一个玩意儿？娘娘腔似的，恶心死了！靠，这男的说话好难听，一点都不懂我们夫妇之间的小情趣。我委屈巴巴的看向顾晨，老公，你说句话呀，老公。顾晨面色不改，别装了，行吧？我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，反手扣住了他的手腕，把顾言往地上狠狠一搜，没礼貌。你应该叫我嫂子，不对，喊我哥夫。我琢磨半天，挤出了一个新词汇。顾言躺在地上，还没来得及回过神，已经被顾晨带来的那几个保镖按住了。他一脸错愕，你怎么？我眨眨眼，指了指站在顾晨身后的那个保镖，你不觉得他很眼熟吗？当时绑我的时候，我就感觉到了。对方给了我一枚刀片，更重要的是，他跟我说顾先生很担心您啊。我那语气硬硬，心肠软软的好老公。我转动手腕朝顾晨走了过去，满肚子的骚话还没来得及说，地上的顾言突然暴起，握着刀朝顾晨冲了过来。谁也没想到他居然会对顾晨动手，保镖还愣在原地。我猛地推开顾晨，一脚稳准狠地踹在了顾言的小腹上。慌乱中感受到左臂似乎被什么划开，被踹倒在地的顾言重新被保镖压制住。这次那几个彪形大汉没有顾及他的身份，按得很紧实。顾言脖梗青筋直跳，咬牙切齿，顾晨，你放开我！你做这些事就不觉得心虚吗？林雨是无辜的，他什么都没做，你不能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看得出他是真的很愤怒，在为林雨和林家抱不平。顾晨在他眼里就是无耻的是非不分的大反派。老实说，我真是骂累了。他要是真的有他自己说的这么义正辞严，又为什么会绑架我？难道我就不无视？说白了，顾言这种人就是双标狗。我直接掏出电话报警。大概是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有被扣上银手镯的那一天，顾言被押走的时候还在发懵。你怎么敢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一摊手，懒得搭理他。小说不是法外之地，男主角也要遵守法律法规的好吗？他又扭头看向顾晨，咬牙切齿，是你先针对林家的，等我找到证据，我不会放过你。顾晨，我看在你是我堂哥的份上，本来不想做到这一步的。是你。顾晨压根没有搭理他，扭头看向我，眉头微蹙，你受伤了。过来。我后知后觉感受到左手臂传来的刺痛，委屈巴巴的凑了过去。顾晨扣住我的手腕，低头看了一眼，喊停了警察，然后在顾言满脸势在必得的表情中冷淡开口，我们要求验伤，只要去了医院，我光是喊两嗓子头晕都有可能让顾言判得更重，更别提我还见了血。顾言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，瞪圆了眼睛，还想喊些什么的时候，顾晨摆了摆手，像是看别人搬运一件废弃了的大型垃圾。行了，带过去吧。他语气纠结了一下，抬眼看向我，对上视线之后又飞快垂下眼，红着耳朵。我非常体贴，你喊我老公呗。我也喊你老公。咱们俩各喊各的，不冲突。顾晨抿着嘴，扭头不看我，礼貌的冲着警察颔首，麻烦你们了。剩下的可以联系我的律师。哼，男人还挺闷骚。林雨跑过来找了我一趟，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打听来的情报，
非常豪气的拍给我一张支票，你开个价，只要能让顾晨不再追究严哥哥的责任，这500万就是你的。老实说，我正好需要钱。这段时间手臂上的伤其实已经好了，但顾晨硬是压着我在家休息，我就单手推着他在花园里溜达，在家庭影院里看老片子，感情突飞猛进，已经到了能勾肩搭背偶尔亲个小嘴的程度了。美滋滋。昨天在家里瞎溜达的时候，意外发现还有3天就是我和顾晨结婚1周年的纪念日。我寻思这简直就是我积极上本垒的一次完美助攻，于是二话没说，揣着一叠票子就出门了。在商场里摸索了一大圈，发现这个小说世界其实有一点还是挺真实的，那就是我一如既往的贫穷，穷的明明白白，穷的不忘初心。我左手按着右手，右手按着左手，勉强控制住了拿钱的欲望。你难道不知道顾晨为什么要追究顾言的责任吗？林雨的表情有一瞬间不自然，我看得眉头一挑。很显然他知道，他不仅知道10有8九顾言干出的这份蠢事里也有他的助力。这2个人的爱情不是不管他人死活的程度，感觉已经到了不把别人撞死就不能体现他们俩感情深的程度。他们俩谈恋爱虐的全是周围人，这不是纯纯有病吗？我礼貌回绝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老公更有钱。你有这笔钱还不如给律师，没准到时候能减刑。但是不管怎么说，我一定会让顾言成为第一个踩缝纫机的男主，维护小说世界的法律正义，我义不容辞。林雨眼眶一红，眼泪说掉就掉。我知道你是嫌少，但是只要顾言出来了，一定不会放过顾晨。你不是一直想和他离婚吗？我会让严哥哥帮你，就为了顾晨的那点钱，你就甘心下半辈子就和那个残疾绑死在一起吗？不是啊，我挠挠头，语气诚恳，我不是为了钱，我是真的图他这个人。我缠他身子，后面6个字，掷地有声。林雨顿时不再说话，表情有些惊恐。我无语，干嘛？我这句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是不知道顾晨有多好，长得又帅，身材又好。坐在轮椅上也别有一番，身后传来熟悉的咳嗽声。嗨嗨！我回头正对上顾晨的视线。哦豁！现在就低头在知乎搜索虎狼发言被当事人听到了怎么办？还有没有机会挽救自己的形象？林雨被顾晨身边的保镖礼貌请走时还在挣扎，严哥哥是你堂弟，你怎么能这么狠？真的吐槽累了，他得骂了。这么一看，他和顾言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祝福锁死，要是我吞了，别死我家门口。我由衷感慨，智者不入爱河，强者本硕道薄。这句是有道理的。顾晨突然接过话茬，那这么说，你不该和我结婚。我不一样，我进来之前就已经是博士了，我自豪的挺起胸脯，学习的苦头我已经吃够了，是时候尝尝爱情的甜了。说完对上顾晨深邃的眼眸，我骤然反应过来，痛心疾首的指着他，你小子套我话。他拉住我的手，默默扣住，让你尝尝甜，拉个小手就想抵消。我冷哼一声，蹲下身凑到他面前，不够甜，除非你亲我一口，不然这是没完。顾晨局促的看了看周围，回家在我吧唧一口亲在他嘴上。恋爱吗？当然要黏糊糊甜滋滋的才有意思，而且顾晨本人比看起来还要好亲。顾言被判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发现顾晨在客厅抽烟，顾晨修长的手指间夹着烟，猩红的火点衬得那骨节分明的手越发白皙。暖黄色的灯光下应付看白色的烟雾，他的眉眼镜在里面不仅没有柔和，反而多了几分冷然和落寞。看见我过来，他很明显愣了一下，快速掐断了烟，声音有点哑，一个人睡不着，想到我就来气，谁家老夫的相处了3个多月还是分房睡啊？所以这段时间
我天天往顾晨房间里钻，做噩梦，梦游到了这儿，一个人睡觉好害怕，各种理由轮流用了一遍。奈何狼心如铁，顾晨就是铁了心地要和我分房睡。那段时间，我甚至在知乎上偷偷搜索补肾秘方，结果毫不意外的被顾晨发现了。那3天，我的零花钱全没了，半夜的宵夜环节也被取消，换成了早起运动。是真运动。妈了，是谁凌晨6点半被迫起床骑动感单车我不说。想到这里，我恶从胆边生，壮着胆子哼唧了一声，这么晚了还不睡？你是不是年纪大了，睡眠质量不好？你只比我小了2个月，顾晨说的是我真实的年纪。这段时间，他连我最喜欢穿什么颜色的内裤都扒出来了。我和这个角色大概只有长相和名字是相同的，其他的完全不一样。顾晨伸手在空中挥了挥，把烟味都散干净了，才朝我伸出手，示意我过去。我一屁股坐在他腿上，轮椅叠叠乐。顾晨没有推开我，举着双手，语气无奈：“你坐在沙发上。”我硬靠在顾晨的身上，觉得自己特别像那种欺善霸恶的小混混。顾晨就是被我调戏，无法反抗的良家少男。嘿嘿，苍蝇搓手。闹了好一阵，顾晨眉眼渐渐舒展，搂着我的手微微收紧。我一开始和顾妍的关系还可以，我妈很喜欢顾妍，总是让我多照顾她。我记得小时候，她也很喜欢来我家玩。我妈妈手艺很好，喜欢自己弄点甜点。顾妍爱吃鸡蛋布丁，她总是会给顾妍做。我就站在她手边，闻着鸡蛋和黄油的香味，等阳光照进来。顾晨家破人亡的第2天就出了一场车祸，被医生宣布只能终身和轮椅作伴。这些年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念头就是报仇，结果顾妍开口就喊他放弃，多讽刺！明明被害死的是一个对自己很好的长辈，顾妍却只看见了林雨的痛苦，丝毫没有感恩之情。真是鞭子不打在自己身上就不知道疼。我扣住了顾晨的手，为了那种白眼狼不值得。你就当你那个聪明乖巧的堂弟已经死了，现在活着的是他恋爱脑晚期长出的胎盘。顾晨，其实我已经不难受了，真的。我挺高兴的，晃了晃腿。什么时候想通的？他定定的看着我，眼底像是磁石，要把我完全融进那双深邃的眼眸里。声音化在傍晚的暖风里，你出来看我的时候，你坐在我腿上的时候，你说顾妍是个胎盘的时候，老实说，最后一句有点煞风景。但没关系，我知道顾晨不会说那些甜言蜜语，这些就是他笨拙但是真实的心里话。我把头靠在他肩窝处，偷偷冲着他的脖颈吹气，故意放软了声音，所以今晚一起睡。顾晨这家伙居然直接推着轮椅往前走，我差点栽下去。顾晨语气淡淡，走吧，我送你回你的房间。后面4个字掷地有声，简直就是一个大写的刚正不阿。我气急败坏，你老实说，你是不是真的不行？你别逼我呀，顾晨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不怕你了。你信不信我背着你点18个难摸？我一天摸，柔软的唇瓣抵住了我所有的话。大概是刚才闹了太久，顾晨的唇齿间没有烟味，只剩下淡淡的虚后水的味道。好小子，学坏了。我软着腿坐回自己的床上，还在回味刚才的滋味。顾晨突然调转轮椅，坐在门口明暗交界的地方，静静的看着我。你不会的，对吧？我挠挠头，当然不会，我开玩笑的。顾晨似乎是笑了，点点头，那就好，不然我会忍不住打断你的腿，把你锁起来的。靠，这什么残暴发言！见我一下绷直了身子，顾晨笑了笑，我也是开玩笑的。我舍不得，他扬唇一笑，睡吧，晚安。好家伙，我好想搞到病娇了，不愧是反派大佬，更爱了。脑子里刚闹出这个兴奋的念头，突然听见机械音响起，
很气急败坏的声音：“你看看你都做了什么？”我愣了一下，回忆起那些穿书文的套路，试探性喊了一声：“系统！”对方更气了：“你知道你都做了什么吗？男主角就要进监狱了。”不用谢，这都是他罪有应得。不行！在听到这2个字之后，我骤然感觉自己的身体一空，然后完整的看见了我自己。准确的说，是看见了楼河重新睁开了眼睛。楼河环顾四周，皱紧了眉头。不是说好这个世界的任务我不用做了吗？烦死了！我又不喜欢男的。那个顾晨有什么好的？还不如林雨呢。呸，没品的东西！我下意识伸手想要给他一拳，径直穿过了这个身体之后，才后知后觉回过味来。我好像已经变成阿飘了。系统的语气也很不耐烦，出了点问题，没想到这个莫名出现的灵魂和这具身体这么契合。更没想到的是，他居然真的在和那个反派谈恋爱。你先把他给顶了，把男主角救下来。你没搞错吧？我拿什么救？我可是被顾晨那个疯子杀了一次的。我瞪圆了眼睛，骤然想起第一次相遇时没有在意的细节。难怪顾晨这么快就接受了我的新身份，我还以为是因为他完全相信测谎仪。原来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确定自己已经把原本的楼河解决掉了。系统冷笑一声，顾晨本来就是危险的反派，但是没关系，那个笨蛋好像完全取得了他的信任。只要装装样子，让顾晨把男主角放了就行。他们说的笨蛋不会是我吧？我尝试了很多办法，比如远远的助跑，冲进身体里，尝试飘出去，大声呼救。不仅没用，而且我不能离开这个身体1米远的距离。楼河就躺在床上，懒洋洋的看着我。我劝你省点力气。放心，我对顾晨那种硬邦邦的男人没有兴趣。见我没说话，楼河更来劲了。你知道我兢兢业业的走剧情，本来还觉得他人挺好的，挺能忍的，没想到他直接动手。我前一秒还在走剧情，在背后骂他，后一秒他给我下毒，然后面无表情的看着我，浑身抽搐的倒下去。真是疯的彻底。你居然没有被顾晨弄死，我真是越想越好奇。喂，和我说说呗，反正确保剧情顺利我就走。剧情顺利是什么意思？我记得小说里头的剧情是顾岩扳倒了顾晨这个大反派，拿到了他名下所有的资产，而顾晨因为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应当入狱。至于楼河这个角色，在凸显完顾晨手段的阴狠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了描述。这什么垃圾剧情？楼河看了我一眼，两手一摊，就是你想的那个样子。顾晨是注定要孤独终老的，监狱才是他的归宿，因为他阻碍了男女主角的爱情。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你们这种详制小说是自己拥有一套法律吗？楼河信心十足，天刚亮就去了顾晨的房间。他蹲在床边，把头凑到顾晨的手掌心，像我平时那样撒娇。我心头一凉，完了，楼河肯定查看了我和顾晨之间相处的回忆，这姿态，这神情，连我都要愣3秒。果然，顾晨睁开眼，笑容和平时一样。我眼睁睁的看着楼河推着顾晨在小花园里散步，状似无意，提起顾晨小时候的事情，然后话题顺理成章的转到了顾岩的身上。顾晨唇边始终挂着和煦的微笑，静静的听着，时不时还会点点头。阳光、花园、掩映的绿丛，再加上这2个凑在一起耳语的男人，一切的画面是那样熟悉又和谐，连我都恍惚了，好像自己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旁观者。楼河脸上的笑意更深了。我仔细想过了，被绑架的事情我不打算追究了。他毕竟是你弟弟，我不想你背上这么沉重的心理负担。放屁！我气得双手叉腰，破口大骂。你倒是挺慷慨。顾岩那个傻叉绑架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有心理负担？双标狗，给爷爬！顾晨唇边的笑意更深，所以
你打算怎么样？我们撤诉吧，不要告了。家和万事兴。家，顾晨重复了一遍，似乎是没有理解。楼和握住了顾晨的双手，单膝跪在他的轮椅前，模样看着非常深情。我们自己的小家啊！我的手从他们两个人之间穿过，只能站在一边无能狂怒。啊啊！你给我松开！谁要跟你有个家啊？这是我老公。你不要太……我话还没有说完，顾晨突然低低的笑出声。你的意思是放过顾言，最好还放过林家，是不是？楼和的表情有一瞬间僵硬，放柔了声音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不想你把事情做得这么绝。你这样对顾言，伯母泉下有知，也不会开心的，不是吗？顾晨往后靠了靠，拉开了两个人之间的距离，抽回了手。我不仅不该把顾言送进监狱，相反，我应该被他送去坐牢。还有，我名下的产业也都归他所有。林宇和顾晨会踩在我一手创建的公司上，富足的过自己幸福的小日子。这不就是你们为我安排好的结局吗？楼和的表情彻底失控，看上去想逃，但起身之后双腿像是使不上力气，又栽倒在地上。你做了什么？一点麻药而已。顾晨慢条斯理的亮出夹在指尖的针，盯着楼和，只要你们把它还回来，我可以不追究顾言的责任。你怎么认出来的？顾晨冷笑，因为你的眼神很脏。他看我的时候，眼睛里的笑意都要跑出来了。还有，他从来不会说这种冠重堂皇的话。他说话是粗俗了点，但很可爱。我又感动又好气。什么叫粗俗？这是话糙理不糙。说了，评价顾言这种人，我能用上什么好词？顾晨把轮椅推进了一些，低着头，表情阴沉，像是地狱的恶鬼。一字一顿，所以把它还给我。你以为我愿意干啊？这个破任务我早就不想做了。趴在地上的尾和咬牙切齿，这就给。一个疯子，一个缺根筋的蠢货，你们俩真是绝配。顾晨微微颔首，表情甚至是喜悦的。谢谢，我也这么觉得。几乎是下一秒，我就感觉到了一股吸力，重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还躺在草地上，身下压着蔷薇。靠！我直接弹射起身，完了，这下要被老管家偷偷念叨死了，因为我喜欢推着顾晨在花园里乱窜，压坏了老管家中的不少花草。没记错的话，这丛蔷薇还是他辛辛苦苦抢救下来的。顾晨笑了，在阳光下朝我伸出手，过来。招呼小狗呢，这腿还有点使不上劲。我学着他的样子招招手。你过来。顾晨推着轮椅，把脖梗送到了我手边。刚刚那句话，我想听你说一遍。哪句？我们的小家那句。我望向他的眼神，顺手把那朵落下的蔷薇痛下来。别在顾晨的耳边。回家。我不知道顾晨独自复仇的这些年，坐在轮椅上每天都在想些什么，也不能想象他是怎么长大的。现在更不能想象他是如何在已经知道一切都不过是一本小说，他遭受的苦都是拜剧情所赐。他是如何一边知道既定的结局，又一边努力生活的。我捧着顾晨的脸，仔仔细细的看了半天。这些年你把自己养得很好，奖励你。他声音沙哑，什么奖励？奖励我这样一个绝世好老公。喜不喜欢？他很乖的点头，喜欢，真是可爱死了。我吧唧一口亲在他脸上，手往下挪，试图解开他的衬衫扣子，扭了5分钟，硬是没解开。顾晨憋笑憋得胸腔都在震动。我又羞又恼，一屁股坐在顾晨的腿上，把他压在轮椅上，自己主动点儿，不然等会儿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。顾晨一只手揽着我的后腰，另一只手慢条斯理的解扣子，喜欢在上面。我老实分析，倒也不是，其实我是懒得动的。但你身体不方便，还是我多辛苦一点，你就好好享受。蛋。顾晨抱着我站起来了，我下意识把腿盘了上去，
生怕自己会往下滑。你怎么不会手下留情？完了，我要嘎了。我把头埋在他脖颈处，讪笑着求饶，不是，我胡说八道的。你之前还说我肾不好，说我年纪大，我被扔在床上，顾晨垫住了我的后脑勺，整个人撑在我上方，扣子已经完全解开，露出硬邦邦的肌肉，声音低哑，还是我多辛苦一点吧，毕竟之前和你帮我推轮椅已经很辛苦了，现在是时候我回报你了，回报了一晚上，第二天还泡了枸杞茶给我喝。心眼也太小了，他真的，我哭死。如顾晨承诺的那样，他没有再针对顾言留了最后一份体面，只不过他可没有承诺不动林家。在顾言被羁押的那段时间，没有了男主角的阻力，他翻出了林家当年针对顾家恶意融资的证据。顾言出来的那天，林家那两个老东西刚被判进去。林宇在看守所门口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要顾言为他父母讨要公道。顾晨和我就站在旁边，对上顾言复杂的眼神，我凉飕飕的开口，证据确凿。你当时年纪小，是无事的，但你要说讨公道，这就太离谱了。林小姐，小学的德育课没有教会你是非观念吗？大仇已报，我亲亲老公不会再追究了。你们两个要真是真爱的话，林家倒了也不妨碍你们在一起。你俩有手有脚还有存款，过你们自己的日子去呗。反正你们的爱情大过天。看着林宇难看的脸色，我乘胜追击，一脸惊讶的捂着嘴，无辜眨眼。啊？你们不会因为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就感情破碎吧？不会吧，不会吧。顾言沉默的离开了，手里还捏着那一纸证据。林宇也踉跄的追了过去。我对他们两个的拉扯毫无兴趣，挽着顾晨离开。中午去吃麻辣小龙虾怎么样？我馋好久了。顾晨眼神幽暗，你能吃吗？我脚步一滞，认真感受了一下。别说，还真吃不了。气死我了！我恶狠狠的甩开顾晨的手，别说了。冷战1分钟。顾晨绷着笑，亦步亦趋的跟在我身侧开始倒数，60、59、1，然后快速的抓住我的手，可怜兮兮的，时间到了，你小子，数学算是让你玩明白了。我回搂住他的腰，过2天我就投简历去，等我赚钱了，自己偷偷在外面吃小龙虾。行啊。顾晨意外的好说话。你不会已经和所有公司都打好招呼了吧？顾晨点点头，一脸无辜。可是你之前不是说办公室恋情很有意思吗？还想和我玩 play？ 我伸手捂住他的嘴，光天化日的。我没有，你别乱说。顾晨顺势拉住我的手，突然飞快的在我手指上套了一个东西。我举起来看，是一个素圈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和他手上的那个相呼应。他静静的看着我，纪念日快乐。今天是我们第一次见面1周年的日子，所以今天能破例吃麻辣小龙虾吗？顾晨叹了口气，行。温柔的阳光落在我们相握的手上，2枚素圈散发着沉默柔和的光。从此日日是好日。